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外界对远程精确空袭乌克兰高价值军事设施的举动高度关注。有观察指出，俄军在此次的行动中几乎把现役海陆空平台上的所有精确制导武器用了个遍。那么，都有哪些打击利器投入了使用？这些武器各自有怎样的特点和打击能力呢？在俄军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之初，俄军动用的精确制导武器主要是陆基近程导弹以及空射巡航导弹。其中，陆基近程导弹主要是令北约国家都十分忌惮的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导弹和伊斯坎德尔 K 巡航导弹。根据此前披露的数据，伊斯坎德尔 M 弹道导弹最大射程约480公里，其弹道比较特殊。尽管它也是沿着弹道飞行，但并不飞出大气层，而是一种近似滑翔的弹道，全程在大气层内飞行，高度约3到4万米。因此，该导弹突防能力很强，可令现有反导系统失效。伊斯坎德尔 K 则是能够和伊斯坎德尔 M 共用发射车的陆基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为500公里。伊斯坎德尔系列导弹有3大独门绝招：第一是反应快，采用车载发射，从展开设备到准备发射只需要4分钟，还能以1分钟限额连续发射多枚导弹。第二是精度高，原概率误差可以达到惊人的2米，因为它采用了惯性制导加卫星导航加影像匹配制导等复合制导方式。第三是模块化战斗部，既有常规弹头、高爆弹头，也有集束弹头、钻地弹、电磁脉冲弹等特殊弹头，可摧毁敌方装甲集群，瘫痪雷达预警系统。空射巡航导弹方面，俄空天军主要是以图95 MSN 以及图160战略轰炸机，在俄领空向乌克兰发射了多枚 KH-55和 KH-101巡航导弹，其中 KH-55是以比较老旧的 KH-55延寿和升级而成，采用复合材料制作弹体，并且使用了雷达吸光涂层，雷达反射截面积只有0.0米平方米，很难被发现。该导弹在外观上的最大特征是在弹体两侧有明显突出的附加油箱，这也使得其射程大幅提升，可达3500公里。KH-55巡航导弹可使用子母战斗部，对面目标杀伤极大，打击精度为20米左右。KH-101是俄罗斯专门研制的新型隐身巡航导弹，也曾在叙利亚战场上使用，最大射程可达5000公里，打击误差10到20米，携带有450公斤的战斗部。不过，有评论也指出，考虑到乌克兰薄弱的防空能力，俄罗斯这次行动未必动用了 KH-101巡航导弹，或者只动用了个位数，因为没有必要增加打击成本。2月26号，俄罗斯海军舰艇向乌克兰发射了至少30枚舰载型口径 NK 对陆攻击巡航导弹。俄黑海舰队的3艘11356R 型格里戈罗维奇海军上将级护卫舰，4艘21631型豹图 M 级小型导弹舰，3艘22160型巡逻舰，向乌克兰境内密集发射口径 NK 巡航导弹，摧毁了不少乌军高价值目标。值得指出的是，这已经不是口径巡航导弹的首次实战。俄海军舰艇曾在2015年和2017年分别从里海和地中海利用豹图 M 级小型导弹舰和基洛级636.3型常规潜艇，分别发射了口径 NK 和口径 PL 巡航导弹，远程精确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目标。它的性能也在那时得以公开。射程在1500到2500公里之间，能够携带450公斤的战斗部。可见，俄军这次从陆海空平台发射的导弹都是性能出众的远程精确打击利器。俄国防部也极为高调地向外界公布了他们的成绩单。除了晒成绩以外，俄罗斯或许也是在向北约喊话：一旦踩过界，这些导弹会飞向谁就很难说了。特约评论员石红指出 ，KH-55巡航导弹在此次特别军事行动中贡献颇大。KH-55空射的巡航导弹嘛，那这种导弹的话射程很远，那它呢是在俄罗斯境内就可以用图95或者是图160战略轰炸机去进行发射，而且这种导弹可以打遍了乌克兰的全境，应该说，在乌军整个面临空中打击的时候。其实KH-55呢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因为像乌克兰西部的很多基地像伊斯坎德尔系统实际上是很难打得到，但是KH-55它可以做到。
此外，俄军使用的精确打击武器中还可能有反辐射导弹。反辐射导弹又称反雷达导弹，是利用敌方雷达的电磁辐射进行导引，从而摧毁敌方雷达及其载体的导弹，是对雷达硬杀伤最有效的武器。KH-31P 反辐射导弹最初的研制目的是为了应对美国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这款导弹使用被动辐射寻地头，还有辅助的惯性导航系统。即便是追踪的雷达突然关机，也能凭关机前获取的信息攻击目标，原概率误差只有3到7米。此外 ，KH-31P 反辐射导弹的飞行性能极佳，能以3倍音速巡航，还能对空中的预警机甚至战斗机发起攻击。KH-31P 是目前世界上飞得最快的反辐射导弹，那么射程呢是100公里以上，应该说这个射程也是反辐射导弹里边呢飞得比较远的。越南战争期间一直到现在这些局部战争中，反辐射导弹呢应用了非常广泛的，它就是被称为花眼手术刀，一下子就把对方的这些雷达全部给打掉。那像防空导弹嘛，之所以称为导弹，那就是要雷达呢去控制的。不过导弹呢，它没有雷达控制，整个呢就没有任何作用了。